想要参与南北高铁项目，就必须免费转让技术。越南还是没看明白啊！最近呢，越南又来找我们了，借着和我们谈即将开工的跨境铁路之际，趁机和我们的3大铁路企业积极接触，热情邀请中企参与他们的南北高铁项目，但又特别强调必须把技术转让的条款写进合同里。说白了，就是想白嫖我们的技术啊！看来这越南还是没看明白啊！我们先说说他们那个南北高铁是个什么情况吧。自从越南决定了第3次重启南北高铁以来，可谓是一波三折。最初呢，他们认为该项目会特别抢手，就找上我们，想让我们既出资金，还得免费转让高铁技术。在没有得到想要的之后呢，他们就开始了一系列奇葩的操作。先是面向全球招标，尽管他们主动找了所有能找的国家，甚至连印度都找了，可面对苛刻的条件，结果没人感兴趣。一气之下呢，越南决定自己单干，自筹资金，自研技术，甚至连社会捐款都当作资金的重要来源。可白头鹰一波加关税，让他们的资金有了问题，于是就想找世界银行投资，结果呢也不尽如人意。就在陷入困境的时候，法国伸出了橄榄枝，说可以和他们分享技术，并对承建项目感兴趣。越南很高兴啊，赶紧派人接触，可没想到人家只是说说而已。经过这一系列的波折之后，越南的企业坐不住了。先是他们最大的私营企业 One Group 提交了方案，说由他们来单独承建南北高铁，并保证5年之内完工。而之前被越南指定自研高铁技术的汽车制造商长海集团也不甘示弱，提交方案表示自己也能单独建设南北高铁。面对这一个是以搞房地产为主的，一个是没有丝毫高铁经验的企业，越南也知道不靠谱。别的不说就说自研技术本身就没有丝毫的基础，想在短短1-2年的时间里就研发出时速350公里、长度1500多公里的高铁，这和天方夜谭没啥区别。于是越南在转了一圈之后又打起了我们的主意。而这次他们的契机就是和我们要建设的跨境铁路，也就是从我们的昆明连接到他们老街河内到海防的铁路。这条铁路两国早就定下了，越南放弃了之前关于轨距、经营权等等的要求，只求能够快点推进这条跨境铁路的建设，好加强和我们的贸易。各项工作呢也都在稳步推进当中。鉴于我们有这条铁路的运营权，所以就答应帮他们培养一部分铁路人才。但这让越南有了其他的想法，认为在免费转让技术方面还有的谈，于是就有了这么一出，借着和我们谈跨境铁路的机会再次邀请中企参与南北高铁的建设，并能够免费转让高铁技术。咱就说这越南还是没看明白一方面我们帮他们培养铁路人才，是基于这条跨境铁路以后的运营需要，毕竟我们不可能派出那么多的人去他们国内搞运营，这和印尼的雅万高铁是一个模式，根本不涉及高铁的核心运营和技术转让，他们想的太多了。另一方面，他们还是高估了南北高铁的吸引力。我们为什么帮他们建设那条跨境铁路就是因为原有的铁路已经大大限制了两国间的贸易，必须要提升。可南北高铁却没有这个吸引力了。说到底这就是他们国内的一条铁路，对我们的意义并不大。之前我们之所以想帮助他们建设南北高铁，是因为这有助于泛东南亚铁路网东线的贯通，建设的主体还是越南，我们顶多是承接项目而已。可越南却要求我们既出资金又出技术，还不给我们运营权，我们自然是兴趣缺缺。还有他们还没意识到自己可能会被边缘化。在当初我们对泛东南亚铁路网的规划里，确实是规划了3条铁路，而且越南因为经济体量的关系他们的东线也是重中之重，但他们却以此来谈各种条件，我们也渐渐地失去了耐心，转而加快了对中线的建设。现在中老铁路早已经完工，中老泰铁路也在积极的推进，马来西亚更是早已经动手建设国内铁路。一旦泰国铁路建设完工，那中线将成为泛东南亚铁路网的主要线路，而越南的东线本来还有个柬埔寨一起的，可眼看着越南迟迟没动静，柬埔寨也不再等了。先是找我们建设德崇福南运河，然后又筹划建设中老柬铁路，这样一来，东线上就只有越南自己了，他们还不自知，还幻想着通过南北高铁项目白嫖我们的技术，这思路也是没谁了。